歡迎嚟到懸疑檔案。2016年11月2號傍晚5點 Keith 收工之後返到咗位於加州 Redding 嘅屋企度，一打開道門，佢就即刻感覺到有啲唔妥。間屋入面嘅燈全部都冇開，班仔女亦都冇好似平時咁出嚟迎接自己。Keith 揾晒成間屋，都冇發現妻子 Sherry 同埋班仔女嘅蹤影，但係 Sherry 架車就仲停喺車房入面。Keith 打咗個電話俾妻子，但係冇人接聽。感到不安嘅 Keith 打開咗 Find My iPhone 嘅 app， 嘗試尋找妻子嘅下落。app 顯示 Sherry 部手機而家位於佢哋屋企 1.6 公里外嘅信箱附近。Keith 以為 Sherry 帶住班仔女去嗰度拎信，所以就即刻揸車去到嗰度，將佢哋載返屋企。到咗目的地之後，嗰度一個人都冇。於是 Keith 打咗個電話俾托兒所，問佢哋 Sherry 喺幾點鐘將班細路接走，但係就被告知班細路仲喺托兒所度等緊父母。之後 Keith 喺草叢度發現咗 Sherry 嘅手機同埋耳機，耳機上仲纏住一撮金色嘅頭髮。呢個時候 Keith 知道 Sherry 一定係出咗事，於是佢即刻報警，並打咗個電話俾媽媽，請佢去到托兒所將班仔女接返屋企。失蹤嘅 Sherry 出生於1982年6月11號，佢同 Keith 喺中學時期就已經認識啦，佢哋都係大家嘅初戀。之後 Sherry 因為搬屋而同 Keith 失去咗聯絡。10幾年之後，啱啱離婚嘅 Sherry 搬返咗 Redding， 又再次同 Keith 邂逅。佢哋再續前緣，喺2009年結婚，並誕下咗2個仔女。班細路出世之後， Sherry 就成為咗全職嘅家庭主婦，負責打理屋企嘅大小事務同埋照顧班仔女。而 Keith 就喺一間電器鋪工作，一家人過住幸福美滿嘅生活。Sherry 熱愛跑步，喺佢失蹤前嘅一段日子，佢正積極咁為跟住落嚟嘅義跑做準備，所以佢每日都會去到屋企附近嘅小徑度跑步。Keith 相信 Sherry 就係喺跑步嗰陣出事嘅。警方好快就對外發佈咗尋人啟事，而 Sherry 失蹤嘅消息亦都成為咗全美新聞嘅頭條。通常妻子失蹤，警方第一個懷疑嘅就係丈夫。不過 Keith 成日都喺度返緊工，老闆、同事同埋顧客都可以為佢做證，而佢亦都主動接受測謊，並且成功通過咗測試，所以佢嘅嫌疑亦都被排除咗。警方亦都調查咗 Sherry 嘅手機，發現佢喺失蹤之前曾經頻繁咁同一名男子發送曖昧短信，而呢名男子嘅電話號碼竟然係以女性嘅名字嚟保存嘅。警方即刻揾嚟呢名男子問話，最終佢嘅嫌疑都係被排除咗。之後警方展開咗大規模嘅搜查，亦都搜查咗當地被登記嘅性罪犯嘅屋企，可惜都係冇揾到 Sherry。與此同時，心急如焚嘅 Keith 就喺網上發起咗眾籌，籌錢嚟聘請私家偵探調查呢單案。大家都非常熱心，好快就為 Keith 籌到咗接近5萬美元嘅款項。呢個時候，一位唔願意透露身份嘅富豪喺睇到 Sherry 失蹤嘅新聞之後，決定要出錢幫佢哋揾返 Sherry。由於呢位富豪唔方便出面，所以佢就揾嚟咗一個叫做 Cameron 嘅中間人嚟幫佢傳話。Cameron 自稱係一位人質談判專家，曾經喺軍隊嘅特種部隊服役，有豐富嘅戰鬥經驗。佢聯絡咗 Sherry 嘅家屬，喺得到同意之後，佢就喺網上上載咗一條片同綁匪談判。佢喺影片中表示，綁匪有100個鐘頭嘅時間釋放 Sherry， 只要 Sherry 平安歸來，綁匪將會得到5萬美元嘅贖金，並留低咗一個聯絡號碼。100個鐘頭嘅時間已經過咗啦， Sherry 依然冇被釋放。於是
Cameron 又上載咗另一條片，佢表示之前佢開出嘅條件已經無效，而家佢決定加碼到10萬美元。不過贖金已經變成咗懸紅，懸賞俾提供信息嘅民眾。除此之外， Cameron 仲不斷上節目接受採訪，喺鏡頭前分析案情，好快就成為咗社區嘅名人。呢個時候 Cameron 俾人挖出咗黑歷史，佢根本就唔係乜嘢人質談判專家，佢只係一個四周圍兜售課程嘅專家。冇錯， Cameron 的確曾經喺空軍服役，不過佢只係服役咗3年，而且只係負責地勤工作。退役之後， Cameron 利用佢嘅軍人背景作為賣點，成立咗一間公司，提供盤問技巧嘅課程，聲稱唔需要嚴刑逼供就可以令到犯人自願招供。 Cameron 聲稱呢套課程已經被美國嘅刑事司法服務部門買咗，但係呢個部門根本就唔存在。之後 Cameron 又開始兜售一個名為 Project Taken 嘅課程，呢個課程係專門為女性設計嘅，傳授佢哋喺被綁架之後應該點樣逃脫嘅方法。巧合嘅係，宣傳片入面嘅女主角同失蹤嘅 Sherry 一樣，都係金髮碧眼嘅女仔。呢個時候，大家都開始議論紛紛，提出咗陰謀論，認為 Cameron 同 Sherry 合謀，自導自演咗 Sherry 被綁架嘅鬧劇，目的只係為咗宣傳 Cameron 嘅課程。呢個講法好快就被 Cameron 同埋 Keith 否認咗。11月24號呢日咁啱係感恩節，凌晨4點半，一位電單車司機喺距離 Sherry 失蹤地點大約240公里嘅高速公路上，發現咗一個骨瘦嶙峋嘅短髮女子喺公路旁邊不斷揮手求救。司機即刻停車睇下，佢發現嗰名女子全身都係傷痕，雙手仲被鐵鏈綁住。嗰名女子同佢講：我係 Sherry Papini。於是司機即刻打咗911報警電話。911 emergency, what are you reporting? Hi, I have an emergency. There's a lady on the side of the road needing help. She's chained up, her vision's blurry, and she needs an ambulance. You see her chained up? Yes, her name is Sherry Panini. Keith 收到通知之後，即刻趕到咗醫院。呢個時候嘅 Sherry 已經瘦到只係剩返40公斤，佢一頭金色嘅長髮俾人剪斷咗，全身都係傷痕，鼻梁亦都斷咗。最令人心痛嘅係 Sherry 嘅背部俾人用烙鐵留低咗一個烙印。好彩嘅係 Sherry 並冇遭到性侵，而 Sherry 獲救嗰陣身上所着嘅衣物亦都被送到實驗室進行檢驗。一開始 Sherry 並唔願意同警方合作，因為綁匪曾經同佢講過，佢哋嘅犯罪集團有司法界嘅人物喺背後撐腰，佢擔心自己會再次受到傷害。直到幾個禮拜之後，喺丈夫嘅陪伴之下， Sherry 先至願意開口。Sherry 話俾警方知，案發當日佢好似平時一樣出去跑步，突然之間兩個講西班牙文嘅拉丁裔女人唔知道喺邊度衝咗出嚟，用布袋笠住佢嘅頭，並用電槍電暈咗佢。當 Sherry 醒返之後，就發現自己全身赤裸咁俾人困咗喺一間房度，腰部被綁上咗鐵鏈，鐵鏈嘅另一端就被鎖死喺天花板，無法掙脫。Sherry 話間房嘅窗口都被紙皮冚住晒，綁匪仲喺房門前面放咗一個 speaker， 大聲咁播放住好煩嘅墨西哥音樂。佢根本就唔知道自己喺邊度。喺被綁架嘅3個禮拜入面，綁匪一日只係俾佢食一餐，通常都係米飯或者係玉米餅。如果要去廁所嘅話，佢只能夠喺房入面嘅貓砂盆解決。有一次 Sherry 嘗試逃跑，綁匪發現之後
就喺佢嘅背部留低咗一個烙印，仲將佢鎖喺衣櫃入面，並同佢講佢將會被當成性奴販賣。除此之外，綁匪仲中意時不時就攞 Sherry 嚟出氣，將佢當成沙包嚟打。每日都仿佛生活喺地獄嘅 Sherry， 拎起咗房入面唯一嘅毛巾，將佢想象成自己嘅仔女，作為精神寄託，佢先至可以堅持落去。直到感恩節嗰日，綁匪叫佢坐入一架黑色嘅 SUV， 揸到高速公路，將佢掉落車之後就離開咗。當時 Sherry 並唔知道自己喺邊度，為咗生存，佢只能夠拼命咁向路上嘅汽車揮手，直到有人對佢伸出援手。雖然 Sherry 表示綁匪全程都蒙住塊面，但係佢都係能夠清楚咁描述出綁匪嘅特徵。佢話其中一個綁匪有一頭長捲髮，眉毛稀疏，又戴耳環，而且仲有好重嘅口音。而另一個綁匪嘅年紀比較大，有一頭黑色嘅直長髮，同埋灰色嘅濃密眉毛。警方亦都即刻將綁匪嘅掃描公開，並對佢哋發出咗通緝令。呢個時候，鑑證人員喺 Sherry 嘅衣物度採集到2組 DNA， 最詭異嘅係其中一組 DNA 係屬於男性嘅，而呢組 DNA 並唔屬於丈夫 Keith。Sherry 話綁匪係女性，咁呢個男人究竟係邊個呢？鑑證人員即刻將樣本輸入 DNA 數據庫，可惜並冇揾到匹配嘅樣本。於是警方將調查目標轉移到 Sherry 身上。喺深入調查之後，佢哋發現咗 Sherry 嘅黑歷史。2000年，18歲嘅 Sherry 曾經闖入爸爸同埋家姐嘅屋企盜竊。2003年 ，Sherry 盜用咗爸爸嘅銀行戶口嚟到轉賬。佢亦都曾經自殘，並冤枉媽媽傷害佢。當年呢幾件事都有被警方記錄在案。除此之外， Sherry 嘅前夫同埋朋友都話俾警方知 ，Sherry 中意講大話，而且仲有離家出走嘅前科。其實警方一開始已經覺得喺草叢入面發現嘅手機有啲奇怪嘅地方。首先，如果有人綁架咗 Sherry， 為咗逃避追蹤，綁匪應該會將 Sherry 嘅手機有咁遠就掉咁遠。但係 Sherry 嘅手機完好無損，耳機線仲非常整齊咁纏繞喺手機度，睇起嚟更加似係俾人刻意咁擺喺草叢度。另外，警方亦都冇喺 Sherry 失蹤嘅小徑度發現任何打鬥或者係掙扎嘅痕跡。呢一點令警方覺得 Sherry 並唔係俾人綁架，而係自願消失。雖然呢單案疑點重重，但係警方就一直冇辦法揾到新證據，所以警方唯有暫時將案件擱置。時間嚟到咗2020年，呢個時候網上已經出現咗好多提供基因檢測服務嘅公司，檢測者只需要將 DNA 樣本寄到該公司，就可以檢測自己嘅基因到底有冇家族遺傳病嘅風險。除此之外，呢項技術亦都喺協助警方破案方面扮演住舉足輕重嘅角色。通過大家自願提供嘅 DNA 樣本，呢啲公司亦都慢慢建立咗一個龐大嘅數據庫。好多塵封多年嘅懸案所採集到嘅神秘 DNA， 亦都喺呢啲數據庫入面揾到咗同嫌疑人匹配嘅親屬，進而令警方一步一步咁追蹤到疑犯本人。警方得到咗法庭嘅許可，將當年喺 Sherry 嘅衣物上採集到嘅男性 DNA 樣本輸入呢啲基因檢測公司嘅數據庫進行匹配。結果顯示DNA 嘅主人同數據庫入面嘅一位老年男子係父子關係。警方順藤摸瓜揾到咗 DNA 嘅主人 James， 於是
警方即刻去到 James 嘅屋企向佢問話。James 見到警察揾咗上門，佢亦都直接承認咗佢係 Sherry 嘅前男友，並同警方講4年前嘅綁架案係 Sherry 自導自演嘅。James 話喺案發嘅幾個月之前， Sherry 突然之間同佢講自己被丈夫家暴，佢想要逃離丈夫，並要求佢幫手。之後佢哋就開始用拋棄式手機嚟到聯絡。案發當日， James 揸住自己租嚟嘅汽車去到 Reading， 將 Sherry 載到自己位於 Costa Mesa 嘅屋企度。之後 Sherry 就將自己困咗喺間房入面，唔食唔飲，夾硬咁將自己餓到皮包骨。Sherry 將自己嘅頭髮剪短，搞到自己一身都係傷，仲要求 James 喺佢嘅背部留低烙印。直到感恩節當日， Sherry 同佢講佢好掛住佢嘅仔女，佢想要返屋企，並要求 James 將佢載到高速公路旁邊。警方要求 James 進行測謊，佢亦都順利咁通過咗測試。之後警方再次向 Sherry 問話，並表示佢哋已經揾到咗關鍵嘅證據，希望 Sherry 可以從實招來。但係 Sherry 依然選擇繼續講大話，堅稱自己係俾人綁架嘅。 So, we're showing you all of this because ultimately this is the house that you were at. We talked to the people who live there. Sorry. We found the house. We found who was involved. We talked to who was involved. We talked to family who knows that you were there, and talked to a couple people talked to one guy who did see you during this event. Because the DNA came back, like I said, to a specific person. That specific person told us very specific things. So the DNA came back to James Reyes. We talked to him. We've been on a polygraph. We talked to everybody around him. The reason why you lost so much weight is because you stopped eating. The reason why you got a rash on your arm is because you cleaned his house. The reason why the brand is because he went to the store, bought the branding tools, and branded you. The reason why your nose was broke is because of a hockey stick. I know all of those things, and I know there was no sex. I know all of that because he passed a polygraph test. That said, it's not an abduction. She asked me to come get her. No. I rented a car. No. I drove up and picked her up. He passed the polygraph test, Sherry. If that's not what happened, what did happen, Sherry? I don't know. No, there's no way. It's James. There's no way. There's no The way. DNA doesn't lie. His DNA His is DNA was on you. his There's brother. no way. 2022年3月3號 ，Sherry 被警方逮捕，並以妨礙司法公正以及欺詐罪嚟到起訴佢。咁多年嚟，警方一共動用咗超過15000美元嘅公帑嚟到調查 Sherry 嘅綁架案。除此之外， Sherry 喺2017年至到2021年期間，仲向加州受害者賠償委員會申請咗超過35000美元嘅援助金，嚟到支付佢睇心理醫生嘅費用。而當年 Keith 喺眾籌網站度籌到嘅5萬美元，最後亦都被佢哋用嚟還卡數，而剩低嘅錢就花費喺一啲個人開銷上。Sherry 被逮捕嘅消息喺當地嘅社區造成咗軒然大波。當年所有支持過或者係幫助過 Sherry 嘅人都覺得自己被背叛，而當地嘅拉丁裔社群更加係覺得自己深深咁被侮辱咗。當年 Sherry 謊稱自己被2個拉丁裔嘅女人綁架，造成人心惶惶，導致好多拉丁裔嘅女性都俾人歧視，大家都將佢哋當成綁匪嚟看待。
一直以嚟都相信 Sherry 係受害者嘅 Keith， 喺知道咗真相之後感到徹底心碎，並向妻子提出離婚。佢亦都成功得到咗班仔女嘅撫養權。之後 Sherry 同控方達成咗認罪協議。2022年9月 Sherry 被判入獄18個月以及36個月嘅監督釋放，並被罰款30萬美元。呢場將大家玩到氹氹轉嘅大龍鳳總算落幕啦。呢單案不禁令大家聯想到電影《失蹤罪》嘅情節。Sherry 自導自演失蹤，同電影入面嘅情節不謀而合。不過 Sherry 由始至終都冇交代過佢點解要咁做，或者就好似電影入面所講嘅咁，越大嘅謊言就越多人相信。